大家好，我是阿山。一提到萨满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是戴着面具跳舞的人，是通灵者，亦或是能够召唤神灵、驱散恶魔的神秘巫师？那么萨满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？他们具备哪些能力，以及如何成为萨满的？本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。萨满教它不是被创造出来的，它是在世界各地相似的时间里各自产生并且各自演化的，主要分布在中亚、北亚、北欧、北美、南美以及非洲。在中国满族、蒙古族、赫哲族、鄂温克族、哈萨克族、鄂伦春族等等，都有着过去辉煌的萨满文化。与西方一神教不同，萨满教信仰着许多的神灵，认为万物都有灵魂，包括大自然中各种精灵和守护神等等，并且相信由他们掌管着自然和宇宙中的各个方面，提供保护和指引。万物都有灵魂，除了蚊子和能被称为萨满的人通常多具有特殊的能力，例如能与各种灵体沟通、与神灵交流、驱赶邪灵、治疗疾病以及预测未来等等。萨满巫师总是部落中较为核心的人物，充当着智者和领袖的角色，以及超凡的身份，为万物之灵传递着神秘的信息给他所属的族人。在多桑蒙古史中说，萨满者，其幼稚宗教之教师也，兼幻人、解梦人、卜人、星者，医师于一身，击鼓诵咒，逐渐激昂，以之迷惘，以为神明之附身也。既之五岳明炫，妄言吉凶。萨满的力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：治疗以及灵性的引导。在治疗方面，萨满可以通过使用草药、仪式、祈祷等等方式来治疗疾病，帮助生者身体和心灵得到康复，也会帮助妇女稳定胎儿。灵性方面，萨满可以通过与灵魂、神灵进行交流，来预测未来，为部落带来好运、丰收以及指导发展等等。例如，在部落需要风调雨顺时，萨满可以通过进行仪式，以寻求神明的庇佑，保证人们的生计。在一些传说中，最初的萨满拥有巨大的法力，但随后遭到了上天的惩罚，限制了他们的力量。萨满相信人的灵魂就像迷途的儿童，容易迷失，或者被恶毒的神灵抓住，并且导致疾病，以及人们无意中冒犯了大自然或者恶魔，也会导致灵魂被抓走或者受伤。而萨满则可以通过与神明谈判来解救他们，驱散疾病。虽然现在社会可能视之为迷信，但不可忽视的是，萨满巫师通过代代相传和长期演变，开发出一些有效的治疗方法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疾病。例如，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医院引入萨满巫师为病人治疗。又例如12年前，一位赫族族族长因为得了坏疽性胃肠病住院，接受了萨满巫师的治疗，而最终被治愈。根据医院的负责人说，当时为了尊重病人家属的愿望，我们允许一位萨满巫师来做仪式，结果病人竟然奇迹般的康复了。他还指出，个人的信仰影响病人对待疾病的态度，超过半数对抗抑郁症的患者也是因此在治疗中起到了明显的作用。萨满巫师在治疗的过程当中，是否真的启用了神秘的力量，我们凡人不得真相，但它证实了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给人们心灵上的慰藉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在中国东北，出马仙同样具有占卜和治病的能力，因此很多人都认为是萨满。虽然两者之间有所联系，但其宗教的意义、信仰对象和仪式的表示方式则都有区别。萨满法师的信仰已经逐渐被淡化，在很多原始部落的宗教教义中也已经失传，但出马仙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当中仍然占有重要的位置。萨满的继承因不同的部落而演变出很多方式，大致分为3种。血脉继承可以将萨满的技能代代相传，在中国东北的满族人中，萨满的职位可以由父亲传给儿子，甚至是祖孙相传。这种血脉继承会被认为具有神圣的意义，家族的灵魂和能量可以被传承下去。有时候在家族中的某个人也会被选中，出现突然生病、喜欢独处、嗜睡、心神不定以及做预言性的梦，甚至有时会出现癫狂的状态。同样在西伯利亚的库特家族中，如果找不到合适的继承人，祖先
祥的灵魂也会感到不安或者不满，甚至在家族中引发不幸。此时家族成员会认真寻找可能的继承者，通过仪式来确认身份，被神灵选定。例如在一些部落中，候选人会在梦中感受到来自祖先的试炼，要经历各种磨难，体验死亡和重生的痛苦。有的则需要通过各种意外事故并幸存下来而被选定，例如遭受雷击、危险的狩猎以及高空坠落等等。在一些文化中，神明也会通过梦境和幻象以及赋予某个人特殊的能力来选定候选人。在鄂温克族中，候选人会在梦中或者幻觉中看到特定的符号和动物。同样，在蒙古族中，有一个小男孩天生能与动物沟通，他则被认定具有萨满的继承资格。这些事件被认为是超自然的干预，表明了这些候选人具备了与神明互动和传递信息的能力，从而被选定成为萨满潜在的继承者。最后一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成为萨满，但仍要被考核他的癫狂状态，是否具备天赋成为萨满的候选人。如果不遵守这一规则，将会被取消资格。萨满候选人被选定之后，通过加入仪式才最终可能成为真正的继承者。这些加入式通常是一种残酷的洗礼，以达到转变的目的。在澳大利亚、西伯利亚等等地区，候选人通常会在封闭的环境中长时间的进食，数日不吃不喝，在经历一段时间冥想后，和自己祖先的灵魂以及神明共度一种濒临死亡的精神考验。例如在亚库特族中的一位萨满描述，神灵将他的灵魂带入地下，在一间房子里关了3年，将他的头颅砍下放在旁边，看着自己的身体被切成小块，分发给掌管各种疾病的神灵，从而获得治病的能力。这些神灵会给准萨满的骨头上附上新的肉、新的内脏，注入新的血液，身体各归其位后，候选人就会醒过来，自此诞生了一个新的萨满。在经历受难、死亡和再生的过程中，候选人获得了灵感和更高层次的洞察力。在仪式结束后，他们会感知自身拥有了神秘的力量。在南美洲的一些部落中，候选人可能会经历一场大病，或者独自去丛林中接受考验，经历各种危险、梦魇以及睡在墓地中等等。这期间也会发生类似上述非同寻常的经历。甚至在其他一些部落中，萨满的候选者还要经受肉体上的打击，例如脚被捆住，感受被火灼伤的痛苦，以及被悬挂、切断手指，甚至是其他的酷刑，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象征性死亡的目的。候选人通过了这些灵魂和肉体上的考验，则会被认定是继承者，并且通过后期的专业训练和学习，就会成为一名可以治病及预测未来的真正萨满。但随着历史的发展、部落的战争、迁移，还有一些当时统治者的决策等等，人们变得不再纯净，也不再信奉自然，甚至被没有信仰的群体以及个人恶意利用，成为一种敛财的手段。就如前不久在印尼一位自称萨满的男人，他声称能够使钱翻倍，以此作为诱饵诱捕受害者，继而连续杀害12人，共18人失踪的可怕事件。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利益驱动下，很多人都已经失去了古人对待自然的敬畏和崇拜之心，很多家族的萨满文化也都没有被传承下来，造成了断代的现象。但是萨满信仰在一些地区和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的位置。信仰和迷信是截然两种不同的东西，因此当我们在讨论萨满时，应该尊重不同的信仰和文化，以及它在社会和历史中的重要性。关于萨满文化，我们今天只聊了聊其中的一部分。我不想把视频做得很长，但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更多分享请关注我，我是阿珊。